你永远想不到，在中国，一座县城的 GDP 能靠挖坑埋沙子完成。2023年，国家统计局突然沉默了，多项关键数据开始消失，比如青年失业率，比如地方财政收入，比如房地产销售面积。人们开始疑惑，是经济太差不敢公布，还是数字太假干脆不说。事实远比你想象的残酷，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奉旨造假的时代。今年3月，江西省萍乡市爆出惊人丑闻，当地统计局公开承认，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目标，组织人员人为处理数据。而更令人震惊的是，这不是个别现象。从东北到西南，从苏北小镇到华东工业市， GDP、财政收入、社融、新增就业、人口增长，几乎所有经济成绩单都在造假。但这不是基层干部的自由发挥，而是层层传导的政治 KPI。中央每年设定一个全年 GDP 目标，再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拆分到省、市、县，一路下达任务。2024年，中国的 GDP 增长目标是 5% 左右，但到了年中，几乎所有一线机构都知道完不成。房地产崩了，出口塌了，消费跌了，失业爆了，但 GDP 增长目标不能跌。于是全国开始表演。某省2024年 GDP 增速为 5.5%， 但财政收入同比下降 7.2%， 工业增加值增长 6%， 但企业利润却下降 13%。这是什么神迹？企业在亏钱， GDP 却暴涨。这不是经济复苏，这是经济幻觉。2024年4月，第一财经调查显示，江苏、山东、安徽等地部分统计局对地方工业产值数据进行重复统计，一家工厂的产品在园区、县、市3级重复计算， GDP 硬生生做上去。浙江某县政府甚至直接开会下达数据修正任务，你这个乡镇今年人口增长太慢，要调整到 1.2%， 不然拖全县后腿。是的，连人口增长率都能随便改。而云南文山州某扶贫办工作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，数据我们知道是假的，但要保脱贫成果，只能这么干。在中国， GDP 不是测量经济的仪器，而是政绩考核的指标；就业率不是反映百姓生活的工具，而是维稳数据。地方政府像是在表演一个繁荣的中国，但真实的中国正在下沉。2024年，中国出口同比下跌 4.6%， 房价下跌超过 12%，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从2位数腰斩到 3.1%。但国家统计局的官方说法是，全年经济稳中向好，目标基本实现。你敢信？这种报喜不报忧的体制制造了一场巨大的经济泡影。中央发号施令，今年 GDP 必须增长 5%， 失业率控制在 5.5%， 新增城镇就业1200万人，社融增长 10%。可经济不争气怎么办？造。就业数据造假最具代表性。2024年，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首次突破1179万，就业压力爆棚。但国家统计局的说法是，青年失业率为 5.2%。很多人当时就懵了。我身边10个毕业生，7个失业，统计局怎么算出来只有 5.2%？ 答案是干脆不统计了。从2023年8月起，国家统计局停止发布青年失业率，理由是需优化统计方法。实情是，这个数字已经烫手，连造假都圆不过来了。不仅如此，各地基层干部被迫给数据化妆。某地人社局下发红头文件，灵活就业一律计入就业率，外卖员、快递员、网络主播，甚至短期支援社区活动人员都要算。还有更离谱的，山东某高校毕业生小赵投了几十家公司都石沉大海，
结果某天接到电话，你来社区帮我们贴一下宣传画，做3天志愿者，之后我们帮你报就业。他哭笑不得。在这个体制下，数据成了工具，百姓成了背景。湖南邵阳一位企业家坦言，我们工厂去年1整年都亏损，但年底统计局非要我们上报产值增长数据。他说，不配合就被列入重点监控企业，谁敢不从？你以为数据造假只是表面工程？不，它已经渗透到财政、土地、医疗、教育、社保、金融等方方面面。每一个数据的注水都会导致公共资源的错配，最终害的就是你我他。比如某市财政报表显示收入同比增长 7.5%， 于是省里下达的任务也增加了。但真实情况是，这个城市连公务员工资都拖欠了2个月。更可怕的是，这种造假会让中央决策层误判现实，出台错误政策。比如看到房地产销售回暖数据，继续推动棚改货币化政策，结果引发3线城市房价暴涨后崩盘。假数据之下是无数真实的眼泪。在中国，每一个数字背后藏的不是希望，而是伤痕。你以为的 GDP 全国第2，可能只是 Excel 里动动手指的胜利；你看到的失业率下降，可能只是政府机关安排毕业生去帮忙搬桌子换来的数字游戏。表面风光，底层淌血。2024年，中国大学毕业生人数再创历史新高，超过1179万人，但灵活就业成了官方对就业率的注脚。据腾讯新闻统计，超过 45% 的毕业生被划入灵活就业，包括送外卖、做直播，甚至没找到工作，但只要不在家打游戏，就算就业。在这个数据美化横行的年代，就业率达标了，但生活却崩了。来自中原某地级市的王倩，在去年辞职后加入了社区的临时志愿者队伍，听说可以拿到200元1天的补助。他不知道的是，在当地统计局的报表里，他已经被认定为再就业成功人员。他说，我原本只是想找个过渡的活儿，结果政府直接拿我当政绩。而在黑龙江，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财新记者，我们这儿公司早倒闭一大片了。你说 GDP 增长 5.8%， 增长的是谁家的 GDP？ 答案显然不是他。这并不只是虚报那么简单，而是整个地方财政系统已经陷入了假数字维稳、真债务爆炸的恶性循环。据中国财政部2024年1月公布的数据，地方债务余额已突破40万亿元人民币，创历史新高。而经济观察报披露，仅江苏省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就已接近10万亿，是其全年财政收入的4倍以上。浙江一位不愿具名的审计局官员透露，每年都要报增长，但地方实在没钱了，就靠政府融资平台继续举债，然后再拿这些钱制造繁荣。这不是发展，而是拆东墙补西墙。而当债务堆到一定程度，最先塌陷的就是最基层的百姓。在广东佛山，有民众控诉2023年建好的人才公寓竟然无水无电无人入住，却早在官方统计中作为回迁安置成果入账。类似的样板工程遍布全国，都是为了满足美化城市、拉动 GDP 的任务指令。而在安徽某县，60岁的王大爷从去年开始，养老金每月只收到原标准的 80%， 官方说这是统一调控，但真实原因则是县财政已经透支，靠拆借发工资。一边是中央高喊共同富裕，一边是基层公务员工资被延期，一边说数据真实透明，一边是上千亿的经济泡影在 PPT 里爆炸。这不仅是上层设计的骗局，更成为一种全民默认的生存游戏。为了保命，官员要保政绩；为了保饭碗，企业要保报表；为了保城市评级，财政要保增长红线。2023年12月，某西部
省会城市财政局曾召开闭门会议，一位参会人员透露：“我们都知道数据不可能是真的，但不报就意味着这座城市会在绩效考核中被降级，融资就断了。这是一场政治工程，不是经济工程。”国家统计局每年数十个宏观数据看似漂亮，背后却是房市坍塌、股市失血、出口下滑、制造业萎缩的现实。2024年第一季度，中国出口同比下降 3.4%， 制造业 PMI 连续3个月跌破荣枯线，而社融同比少增 1.5万亿元。全国各地的新生儿人数同步下降，有的地级市全年出生人口不足2000人，甚至不及一个乡镇。但就在同一时间 ，GDP 增长 5.3% 的好消息刷爆网络，各大官媒齐声欢呼中国经济恢复势头强劲。这种数据喜剧，就像在地震废墟中硬搭起喜宴舞台，演员都在，台词也对，就是观众忍不住想哭。不是国家高层，不是财政大员，而是每一个被强制参与的普通人。他们的社保被虚假就业率稀释，他们的医疗资源被错误数据分配，他们的孩子未来建立在一堆注水成绩单之上。当一个国家的统计系统不再反映真实，而是成为政绩机器，那这个国家的决策将越来越脱离现实，最终会撞上历史的冰山。真正的数据从来不是报表上写出来的，而是百姓脸上的皱纹、钱包里的余额、医院走廊的等待时间、孩子教育的机会成本。中国不是没有能力真实面对困境，而是制度不允许说实话。这就是最大的悲剧。而中国人只能一边看着假数字的花车缓缓驶过，一边在寒风中默默数着口袋里仅剩的几枚硬币，问自己还要这样忍多久。